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如果把你的人生全部串起来，会不会其实是有一条线的，不是零散的片段，不是一堆偶然，而是一个正在发生的故事呢？但问题来了，当你正在经历的时候，通常只会觉得乱七八糟。诗篇105篇后半段，就是把一段看起来很乱的历史重新整理成一条清楚到让人起鸡皮疙瘩的线。以色列也到了埃及，雅各在含地寄居，这里看起来很普通，一个家庭移民，但注意，这不是终点，是开始。耶和华使他的百姓生养众多，使他们比敌人强盛。这里开始变化，人数多了，影响力出现了。但下一句马上反转哦，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的百姓。等一下啦，神让他们兴盛，然后让人讨厌他们吗？这就是神的带领，很多时候不是顺顺的。他打发他的仆人摩西和他所拣选的亚伦，当压迫来，神不是马上结束痛苦，而是预备人，解决方式早就在进行中。这段快速列出神在埃及的作为：黑暗、水变血、青蛙、苍蝇、冰雹、蝗虫、击杀长子。这不是灾难清单呢，是一连串有目的的行动，不是失控，是介入哦。他领自己的百姓带银子金子出来，这句很反直觉。离开奴役不是空手，是带着财物。神的拯救不是刚好够，是有余哦。埃及人便欢喜他们离开，这很有戏剧性。原本压迫你的人，最后变成拜托你快走了。他铺张云彩当遮盖，夜间使火光照，然后他开磐石，水就流出。这里很重要，旷野看起来什么都没有，但其实供应没有停止，只是方式变了。这都因他纪念他的圣言和他的仆人亚伯拉罕。关键答案出现，因为他记得他的约，不是因为人够好，是因为神信实。他将列国的地赐给他们，他们便承受众民劳碌得来的。然后最终目的，好使他们遵他的律例，守他的律法。这句很关键，祝福不是终点，是让人回到神面前。你以为人生是事件拼凑，但诗篇105篇说，是神一步一步带领，甚至包括压迫、等待、不顺。神的带领不一定舒服，有时候会经过你不想走的路，但问题是，如果没有埃及，就没有出埃及；如果没有旷野，就没有应许之地。你可能正在某一段被限制、被误解、被卡住，你会觉得为什么是我？但诗篇105篇在提醒，也许你正在故事中段，还没到结局。当下你在当下，你看的是问题，但当你回头，你看到的是路线。这就是诗篇105篇在做的事，把混乱整理成带领。诗篇105篇后半段不是历史回顾，是视角转换，把混乱看成带领，把过程看成计划。你现在可能看不懂，但有一天回头，你会发现那些你以为乱掉的地方，其实刚刚好。所以最后问你一句，如果你的人生真的有一条线，你现在走的这一段，会不会正好在它上面呢？